触发那结界之后，楚风并没有原地停留，而是继续向是银谷的方向移动，因为他若原的停留实在太过明显，就像是在告诉对方他已经发现了对方布置的结界一样，而只有这样移动，一切保持正常的样子，才会引人上钩。楚风，你觉得等下来伏击你的人会是谁？淡淡好奇地问道。据我所知，宋玉衡的那方的势力中最强的就是他爷爷，我若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他那个爷爷。楚风说道。我猜也是，宋玉衡和他父亲看起来都很蠢，而他如今能够获得段极道的欣赏，定是他爷爷的功劳。淡淡说道。所以说他爷爷才是罪魁祸首，若是这一次能够灭掉他的爷爷，倒也算是为无伤弟弟扫除了一个大障碍。楚风说道。你呀，就知道为你的兄弟着想。淡淡撇了撇嘴，他只在乎楚风能够得到的利益，并不在乎楚风兄弟的生死。然而就在楚风行走没有多久，一股强大的力量无声无息地便覆盖了周围，封锁了周围。那是一层结界，是有人用结界封锁了楚风的四面八方，让楚风置身于一道结界牢笼之中。只要有那结界在，就算这里发生再大的事，发出再大的动静，也没有人会知道。此刻楚风忍不住微微一笑，并且将目光投向东南方向，因为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他引的蛇出动了。楚风盯着的区域，空间微微颤动，一道面容苍老，可目光之中却尽是阴险气息的老者也是浮现而出。这位正是宋玉衡的爷爷，你知道我在这里。宋玉衡的爷爷很聪明，他从楚风的反应中就发觉了事情的不对，不然呢？楚风又是一笑，只是这一刻他笑得很轻蔑，他感应到了对方的修为2品5地，与楚风猜的几乎一样，是宋玉衡的爷爷吧？楚风问道。他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你怎么知道的？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告诉你。宋玉衡的爷爷有些慌了，他自然害怕自己的恶行败露。楚风从未见过他，可却说出了他的名字，这自然让他惶恐。告诉我，根本就无需他人告诉。你设计的结界那么明显，除非我是瞎子，否则又怎会看不出来？楚风讽刺地说道。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看得穿我的布置的结界？宋玉衡的爷爷一脸的不相信。我承认，你的确有些手段。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中，你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不过，你觉得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的手段能够瞒得住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吗？楚风说话之间，抬起右手，自那食指之中便掠出一道结界之力，那金灿灿的黄级结界之力，似是一条游蛇，围绕着楚风的手指盘旋。可是，在那结界之内，涌动的却是道道龙纹。你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宋玉衡的爷爷惊呆了，他精通结界之术，自然是一眼就认出了楚风散发出的乃是龙纹级结界之力。可是他不敢相信楚风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毕竟这可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过的事情。不用惊讶了，你所见到的一切皆是事实。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本来还想留你性命，既然如此，那只能尽快杀掉了你。惊慌之际，宋玉衡的爷爷忽然又杀机毕露，他在意识到楚风的可怕后，准备一不做二不休，立刻解决楚风，以免夜长梦多。来吧，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让我看看一个胆敢伪造假遗体、欺骗段极道的人究竟有多厉害。楚风敞开双臂，抬头仰脖，做出了一副任由宋玉衡爷爷打他的模样。见楚风如此不将他放在眼中，宋玉衡的爷爷神情又是一僵，随后咬牙切齿的便亮出了一把血红色的大斧子，那是一把半成地兵。挥动起半成地兵之后，一道血红色的光刃便向楚风切割而来。宋玉衡的爷爷可并没有留手，他这一斧子下来，莫说是寻常的8品半地，就算是2品5地，若被这斧子砍中，也是必死无疑。然而就在那光刃将要砍中楚风之际，楚风身前的空前却忽然出现一片似是水面波动的纹路，光刃进入那纹路之中，就像是沉入海底，消失不见。宋玉衡的爷爷吓了一跳，本就有些苍白的老脸开始变得铁青，他越发感到不安了，因为他越发的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比他想象的还要难搞得多。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宋玉衡的爷爷剑眉倒竖，忽然大喝一声，随后猛然抬起手中的斧头，又是一道斩击。这道斩击挥砍而下，连这方天地的虚空都是一阵抖动，一股磅礴的威压瞬息便掠到了楚风身前。只是这威压自然无法伤到楚风，虽然威压无法伤到楚风，可是此刻横空而来的金色斩击则是不容小觑。这不再是寻常的一道斩击，而是一种的禁武技。宋玉衡的爷爷借助半成地兵的力量，施展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然而尽管这次斩击的威力远非先前可比，可以说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但结局却如先前一样，那斩击进入了楚风身前的空间，消失不见。不可能！宋玉衡的爷爷手持大斧，在虚空之中连退数步，随后目若呆鸡地看着楚风，愣在了那里，似是无法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事实。结束了，没有其他的手段了。原来你也不过如此。楚风失望地摇了摇头。而这一刻，宋玉衡的爷爷猛然转身，撒腿便跑。现在才想到跑，怕是晚了吧？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一层结界之力便自宋玉衡爷爷的身前浮现，随后便将宋玉衡的爷爷封锁了起来，说道：当然了，从你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了你是逃不掉的。楚风看着那被束缚在结界内的宋玉衡的爷爷，眼中尽是讽刺的笑意。宋玉衡的爷爷费尽心思在这里埋伏楚风，却不知道当楚风触发结界的那一刻，宋玉衡的爷爷就已经被楚风玩弄于股掌之中。楚风，你要做什么？你若敢碰我一下，段极道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宋玉衡的爷爷一边在结界内挣扎，一边面目狰狞地威胁道。听得宋玉衡爷爷那满含威胁之意的话后，楚风则是一阵大笑。他真是忍不住了，因为楚风发现这宋玉衡的爷爷
除了结界之术的确略有些厉害之外，其他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尤其是战力这方面，虽然他是2品武帝，可却是楚风目前为止见过最差劲的2品武帝。而从此楚风也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的确没有成为武帝的资格。如今能有2品武帝的修为，说明段极道这些年在他身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楚风能够想象得到，若是让段极道知道他苦心栽培之人是欺骗他的人，不知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于是楚风对宋玉衡的爷爷说道：“放心，我不会杀你，我要让段极道大人亲手宰了你。”你说什么？让段极道大人杀我？听得此话，宋玉衡的爷爷那本惶恐的脸上竟闪过一抹讽刺的笑意，别的不敢说，但他敢自信地说，段极道早就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不仅是他为心腹，更是他为恩人。段极道怎么会杀他？楚风真是痴心妄想。若是楚风带着他去找段极道，他不仅有理由解释今日的一切，更是可以反咬楚风一口。想到此处，宋玉衡的爷爷心中便泛起了一抹嘲讽之意，暗想楚风再逆天，终究还是太嫩，哪里斗得过他？你说以段极道的性格，若是知道段启柔的遗体是你伪造的，他会饶过你吗？楚风看着宋玉衡的爷爷，笑眯眯地说道：“什么？你说什么？”听得此话，宋玉衡的爷爷顿时抓狂起来，神情变得异常激动。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楚风笑着说道：“真是胡言乱语，你少给我胡言乱语。”宋玉衡的爷爷极力否认，他真的慌了。起初楚风提及伪造遗体之事，他只觉得楚风是胡言乱语，毕竟这样猜测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楚风一而再的提起，并且是一口咬定的语气，他便不得不慌了。尤其是在他打不过楚风的情况下，他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除了否认，便别无他法，因为他绝对不能承认伪造段启柔遗体的事情是真的。是不是胡言乱语？段极道前辈自有决断。楚风微笑着说道，而那笑容之中散发着绝对的自信。你这个魔鬼，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此时此刻，宋玉衡的爷爷才真正的意识到了楚风的恐怖。这个年轻人简直就像是梦魇一样的存在。他有预感，这个叫楚风的年轻人将会破坏他精心策划的一切。他这么多年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成为一场空。但他很不甘，极为的不甘。在如此不甘之下，他便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只是他喊了还没有几声，楚风便让他闭上了嘴巴，随后拿出了一个特殊的麻袋，将其装在了其中。乾坤袋虽然能容纳万物，可唯独不能容纳生命体，所以用来装活着的人的话，还是一些特殊的麻袋比较方便一些。将宋玉衡的爷爷擒住之后，楚风便径直的前往了噬银谷，而在之后的路上也便没有遇到任何阻拦者。而此刻，噬银谷内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段极道要将自己的力量传承于宋玉衡。眼下，段极道、尹功夫、宋玉衡的父亲都聚在段极道的休息之所，也就是那段启柔的坟前。不过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个人就是本该在受罚的江无伤。江无伤以他现在的身份，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样的场合，可是宋玉衡却忽然找到段极道，为江无伤求情，而段极道本就不想惩罚江无伤。既然宋玉衡愿意不再追究，段极道自然也就顺理成的放过了江无伤。只不过哪怕段极道也没有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宋玉衡竟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便将江无伤给带了过来。段极道毕竟活了这么多年，他什么看不透，其实他也知道宋玉衡是有意要刺激江无伤，有意要让江无伤难受。但是他既然已经决心要传承于宋玉衡，这件事情江无伤早晚还是要知晓。至于今日承受的难受，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段极道也没有多说什么，准备就当着江无伤的面传承于宋玉衡。玉衡，你本是宋氏皇族族人，丹田内流淌的本是皇级血脉，现在你拥有的是地级血脉，而从今以后你将拥有的将是5支圣土最为强大的地级血脉。不过你不必感激于我，你只要感激一个人便可以，那便是皇帝皇甫守大人。你一定要清楚，你日后将拥有的力量乃是皇甫守大人赐予你的，并且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所拥有的血脉一定要在年迈之年传承给小辈，并且你还要记住，日后就算传承，你也不可传承于4大地族所培养的天才，不可以只传承于你之后人，一定要传承一个最合适的人。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段极道对宋玉衡问道。晚辈明白，请大人放心。宋玉衡双膝跪在地，对段极道施以叩拜大礼。好，入阵吧。段极道指向了目前那早已布置好的传承阵法。且说话间，盘坐在了阵眼之中。见状，宋玉衡自然赶忙躺在了阵法之内，脸上有着无法掩饰的激动与喜悦，且在躺好之后，还故意挑衅地看了江无伤一眼。此刻，江无伤的心在滴血，就像是一把利刃在挖他的心，在割他的肉，那种来自心中的疼痛，当真是让他痛不欲生。可是他只能忍，他只能选择沉默，因为他别无办法。谁让他技不如人，玩不过人家宋玉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段极道将其力量传承给卑鄙无耻的宋玉衡。段前辈，请等一下。然而就在段极道即将运转传承阵法之际，一道声音忽然响起，使得在场之人皆是一惊。楚风看到那位来者，在场之人又是一惊，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位来者会是楚风。楚风，你怎么会来这里？但要说到惊讶，最过惊讶的乃是宋玉衡父子俩。他们两个都知道，如今有人在噬银谷外埋伏着楚风，而以那位的实力，楚风只要赶回到噬银谷，必然要被那位擒住，怎么可能来到此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实在想不通，一时之间有些发懵。怎么，我能来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很失望？楚风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宋玉衡父子俩。失望，听的这2个字，段极道与尹功夫哪怕是江无伤，神色都是有所变化。他们都是聪明人，
自然也都听出了失望2个字的特殊含义。楚风，你在胡说什么？我只是想说，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你有什么资格来到此处？宋玉衡对楚风怒斥道。宋玉衡，这应该不是你想说的，你最想说的应该是我爷爷呢。楚风说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听楚风这样一说，宋玉衡父子俩的脸色又是一变。听不懂。楚风又是一笑，随后将身后的麻袋打开，向地上一倒，便将宋玉衡的爷爷倒了出来，指着宋玉衡的爷爷，对宋玉衡说道：现在能听懂了吗？爷爷看到自己的爷爷此刻竟像货物一样被从楚风的麻袋里倒了出来，并且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宋玉衡的那个脸色啊，就跟吃了屎一样难看。过了好一会才所缓和。楚风，我爷爷怎么会被你装到那麻袋之中？你究竟对我爷爷做了什么？宋玉衡赶忙跑到其爷爷身前，一边搀扶其爷爷，一边愤怒地对楚风质问道：楚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段吉道也是离开阵法，起身问道。与此同时，尹公甫、江无伤等人也都一脸吃惊地看着楚风，他们的第一想法是，宋玉衡的爷爷怎么会被楚风抓住？毕竟2人的实力相差那么大，难道楚风真的具备对付2平5地的实力？其次，他们都觉得楚风是惹上大麻烦了，毕竟宋玉衡的爷爷可是段吉道的心腹。段大人，宋玉衡的爷爷在是银谷外设下陷阱，想要杀我。按理来说，他贪4大地族给予的赏金，而想要杀我，我本该立刻杀了他。可他毕竟是银谷的人，所以我才将他带回是银谷，交给段大人处置。楚风说道。楚风，你少胡言乱语，信口雌黄，我怎会做出这种事情？宋玉衡的爷爷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恶行，而是极力否认。宋成红，楚风小有所说，可是属实。可段吉道依旧对宋玉衡的爷爷质问起来：不是，这绝对不是真的。段大人，您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宋玉衡的爷爷极力辩解道。你说。宋玉衡的爷爷说道。段大人，我今日外出，却遇到这楚风拦截于我，二话不说便对我出手。我没有想到此子实力如此强横，竟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便被他抓到了此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冤枉我。宋玉衡的爷爷一脸无辜，随后又看向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我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样冤枉我？话到此处，他又看向了江无伤一眼，看到江无伤后，他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随后又对楚风说道：莫非是因为江无伤？我知道你与江无伤是好友，你一定希望段大人将其传承于江无伤，所以当你知道玉衡即将得到段大人传承的时候，才想到这个办法，想用冤枉我来阻止段大人传承于玉衡，对不对？楚风，你实在是太卑鄙了，亏我是银谷，还封你为上宾。宋玉衡的爷爷果然不简单，虽然他这番话说得很牵强，可是他的情绪调动得极为到位，这位绝对是一个演技派，难怪他能够骗得过段吉道。先不说你在胡扯，就算你说的是事实，我也是刚好碰到你的，若是碰不到你，又怎么冤枉你？说我卑鄙，我看你才是真的无耻，竟然用这种漏洞百出的谎言来为自己辩解，不仅为自己辩解，竟还想反咬我一口。楚风说道。我是不是冤枉你？你应该清楚，今日我要出去，也不是没人知晓，若是有人提前告诉你，你自然可以早早的守在市银谷外面。宋玉衡的爷爷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尹公甫一眼，他是想一箭双雕，不仅要反咬楚风，还要带上尹公甫。宋成红，你看我是什么意思？我可不知道你要出去，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楚风。尹公甫愤怒地说道。知不知道，你心里清楚。宋玉衡的爷爷冷哼一声后，随后看向了段吉道，说道：段大人，某些人的心计实在太深，还请您为我做主。楚风，功夫。宋成红说的可是事实。段吉道思索一番后，分别看向了楚风与尹公夫。段大人，您难道信不过我？听得此话，尹公甫一脸的失望与茫然。他没有想到，他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段吉道这么多年，到头来他在段吉道心中的分量，竟不如一个卑鄙无耻的盗墓贼。虽然那宋成红的谎话是如此的漏洞百出，但段前辈却也是相信了。看来段前辈已被蒙蔽了双眼。对于段吉道的怀疑，楚风则是微微一笑，他没有丝毫的生气，因为他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幕一样。段吉道既然能够下定决心将其力量传承于宋玉衡，就说明他早就被蒙住了心智。而之所以让段吉道这样，并非是宋玉衡的爷爷多么高明，实在是段吉道将段启柔看得太重。一个段启柔的遗体，就让段吉道感恩于宋玉衡的爷爷，从而相信于宋玉衡的爷爷。所以楚风若想让段吉道恢复理智，站在他们这边很容易，那就是拿段启柔做筹码，而刚好现在这个筹码就在楚风手中。换句话说，那是楚风能够出奇制胜的王牌。楚风，你冤枉我也就算了，竟然还敢讽刺段大人，我绝不饶你！宋玉衡的爷爷一副暴怒无比的样子，便拖着那虚弱的身体向楚风攻了过来。他其实非常清楚，他根本就伤不到楚风，但他就是要这样做，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忠心，以此来博得段吉道的信任。所以他右手握成拳，凝聚起此刻他最强的力量，便轰向了楚风。伤不到楚风是一方面，但这个气势绝对要有。面对宋玉衡正面攻来的一拳，楚风则是嘴角掀起一抹冷笑，不闪不躲，静候他这拳的到来。就在宋玉衡即将靠近楚风之际，楚风大袖一挥，那水晶棺材便浮现而出，挡在了楚风的身前。一切来得太快，宋玉衡的爷爷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他这一拳毫不减速的便轰向了那水晶棺材。住手！然而就在此刻，段吉道却是大喊一声，此音一出，产生了极强的波动，天地之间一阵摇晃。莫说将无伤与宋玉衡，就连楚风与尹公甫也是无法站稳，差点没有摔倒在地。而此刻最惨的则是宋玉衡的爷爷，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掀飞开来，强大的力道使得他飞出数万米之外，一路飞去，撞坏了无数大树，落地之时更是口吐鲜血，脸色苍白。楚风只是束缚了他的力量，并未真的伤他，可是段吉道这一阵
便直接将他震成了重伤。爷爷见到这一幕，宋玉恒吓坏了，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是楚风伤了他的爷爷，于是指着楚风，咬牙切齿的大喊道：“楚风，你竟敢伤我爷爷，我绝不放过你！”事实上，江无伤与宋玉恒的父亲也都以为是楚风伤了宋玉恒的爷爷。此刻倒是唯有尹功夫发现不是楚风伤的宋成红，而是段吉道伤的宋成红。只是在他来看，段吉道的出手比楚风出手还要令他震惊。一时之间，他真是有些懵了。眼下只有楚风明白真相，段吉道知道宋玉恒的爷爷不是楚风的对手，所以一直盯着楚风。若是楚风要出手伤害宋玉恒的爷爷，段吉道一定会出手阻拦。但是连段吉道自己也没有想到，楚风这一出手不仅没有伤害宋玉恒的爷爷，反而是亮出了一口棺材，而棺材之中躺着的人竟是他朝思暮想上千年的爱人段启柔。看到段启柔的那一刻，段吉道自己都傻了，所以他先前对宋玉恒的爷爷出手完全是下意识的，因为他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他的段启柔，哪怕段启柔已是死人，那也是不行。此刻段吉道已然跪在了那水晶棺材之前，看着棺中的段启柔，眼中满是深情的目光。起初对于段吉道这样的反应，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都是一脸的不解。然而宋玉恒的爷爷、宋玉恒的父亲以及宋玉恒很快便注意到那棺中女子的衣服竟与其爷爷伪造的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宋玉恒的爷爷傻眼了，本已勉强站起身的他，此刻直接吓瘫在了地上，面如死灰。之前他一直不了解楚风是怎么知道关于他伪造段启柔遗体的事情，现在他知道了，原来楚风找到了真正的遗体。楚风，启柔的遗体，你是从何而得？深情了好一会，段吉道才忽然看向楚风，段前辈，这件事倒也是说来话长，只是不知道前辈是否愿意细听。楚风说道：“你说，从头说来，仔细说来。”段吉道连连点头，他要知道事情的经过。随后楚风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段吉道，这包括他在落叶竹林巧遇段启柔遗体，来到此处后看到墓碑上的诗语字句，以及在尹功夫口中得知了关于段吉道的过去，以及那墓碑的遗体是宋玉恒的爷爷伪造的。总之，楚风并没有欺瞒段吉道，而是将一切都说了出来，真是岂有此理。得知经过，段吉道暴怒无比，先是一掌轰下，将那他深情对望了多年的假坟墓给轰成了粉碎，随后探手一抓，将宋玉恒的爷爷抓到了他的近前，让其跪在了地上。段大人，您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那楚风冤枉我，是那楚风冤枉我，我献上的才是段启柔大人的遗体，楚风这个绝对是假的。宋玉恒的爷爷仍在辩解，你竟然还敢骗我！这水晶棺材乃是启柔当初从我这里索要走的，说日后我二人要同葬于这水晶棺材之内。段吉道气的胡子根根直立，身体都在剧烈的颤抖，可见他真的是怒了。因为当他看到这水晶棺材的那一刻起，当他看到段启柔的遗体那一刻起，就已经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遗体。可宋玉恒的爷爷居然告诉他这个是假的，他怎么能忍？大人，我不敢欺骗您啊！我对您忠心耿耿。我宋玉恒的爷爷自然是打死也不会承认自己欺骗了段吉道，仍在极力的辩解。你给我闭嘴！段吉道一掌落下，只听轰的一声，血花四溅之际，宋玉恒的爷爷已被轰成了粉碎。见宋成红被杀，宋玉恒的父亲与宋玉恒顿时就吓得瘫坐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宋玉恒才反应过来，为了能活命，他赶忙爬到段吉道身前，对段吉道磕头作揖，不断的求饶：“段大人饶命！段大人饶命啊！看在我这么多年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饶过我和父亲吧，我再也不敢欺骗您了，再也不敢了。”什么？连你们两个也有份？听得此话，段吉道本就愤怒的双眼又是一瞪。段大人，我这一刻，宋玉恒才反应过来，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一时之间想要辩解，却又不知该怎么说。而这宋玉恒那慌乱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样子，更是说明了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们爷孙三人一同欺骗了段吉道，枉费我这么信任你们，真是瞎了我的眼。段吉道又是一掌轰下，将宋玉恒父子俩全都轰成了粉碎，去陪那宋成红了。笑死我了，这宋玉恒简直是蠢毙了。此刻在界灵空间内的蛋蛋被宋玉恒的愚蠢行为逗得捧腹大笑，而楚风也是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就算宋成红欺骗了段吉道，可是段吉道念在旧情，也许会放过宋玉恒和他父亲，因为段吉道并不会觉得他们父子俩也与这种事情有关。可是宋玉恒慌乱之下却说出了实情，让段吉道知道他们父子俩也欺骗了自己。这样一来，他自然暴怒无比，还怎么可能放过宋玉恒父子？可以说，宋玉恒是自己葬送了他与父亲的性命，当真是蠢到家了。启柔，我对不住你，我不仅害死了你，且连你的遗体都找不到，还为那个假遗体建墓，以为那就是你，还想与那我不知道是谁的假遗体同葬一墓。此刻段吉道又来到了水晶棺材之前，情动之时，这位满面沧桑的老者竟早已是潸然泪下。看来这段吉道真是一个深情之人，难怪他会被宋成红利用。看到段吉道此番模样，蛋蛋也是对段吉道的看法有所好转，毕竟蛋蛋是最善观察人的，所以他知道段吉道此刻的样子绝对不是装的，他是真的非常喜欢段启柔，深爱着段启柔，否则他又怎会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全族屠灭？虽然灭自己的全族，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可是在这个利益至上的世界，又有几个人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做出这种事情？这种种行为看似极端，可却更能体现段吉道的至情至性。楚风小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是好，若不是你，我就算死后也不能陪着启柔了。许久过后，段吉道满面感激地走向了楚风。前辈，您不要这样说，晚辈所做的都是应该做的，另外您也不必如此伤心，
我总觉得那落叶竹林的创建者便是段启柔前辈，而那落叶竹林若真是段启柔前辈所创，那说明当年段启柔并非因你而死，他只是离开了段家而已。所以您并没有害死段启柔前辈。楚风说道：是啊，大人，您看段启柔大人的遗体完好无损，绝不像是被人杀死的。尹公甫也是说道：启柔，原来你不是死在我段家之人的手中，你是自杀的。此刻段吉道也是反应过来，以他的结界之术，若是仔细观察段启柔的遗体，便可以看出段启柔的死因以及死亡的时间，而他现在已经确定段启柔是在他灭了段家之后死的，并且死因是自杀而并非他杀，并且段启柔自杀的时间正是他的无音讯，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间。可以想象段启柔是觉得段吉道已经死了，所以才自杀了。段启柔也是想要陪段吉道一起死，可也正是这样的深情，才在阴差阳错之下酿成了这样的悲剧。然而这个真相却让段吉道更加无法接受，他不仅错杀了自己的全族，更是因为自己的颓废而害得自己最爱之人为自己而自杀了。若是当初他没有消失，也许有一日段启柔在放下心结之后会来找自己，那个时候他便可以与段启柔团聚了。只是可惜并没有这个如果，只因为他的冲动，因为他的颓废而落得了今日这家破人亡的下场。想到这里，他真的是心如刀割，痛苦万分。不过伤心归伤心，段吉道还是很快调整自己的情绪，当着楚风等人的面亲自为段启柔盖了一座坟墓，将段启柔安葬在了坟墓深处。段前辈，这也是段启柔前辈的遗物。而此刻楚风也是将那座段启柔自己所刻的墓碑拿了出来，交给了段吉道。这都是当年启柔从我这里索要去的，他说我们就算死也要葬在一起，那时就用这棺与这墓。看着那墓碑，段吉道又想起了与段启柔所经历过的美好往事。启柔，过去的便让它过去吧，我不会再让你孤身一人，我马上便来陪你。段吉道看着那墓碑说道。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不再有愧疚，反而有着一种幸福，目光中竟有着一抹浓郁的期待。常人皆怕死，可是对于段吉道来说，死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大人，人死不能复生，您一定要想开些啊。此刻尹公甫慌了，他还以为段吉道这就要自杀去陪段启柔。公甫，自打启柔死的那一日，我就已经不想活了，你明白吗？段吉道看了一眼尹公甫，随后又看向了那阵法道。而我之所以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就是不想辜负皇帝大人对我的期望，所以我一定要让他的力量继续传承下去。话到此处，段吉道又看向江无伤，说道：无伤入阵。听得此话，江无伤顿时身体一颤，激动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这幸福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无伤，发什么呆？段大人叫你入阵接受血脉传承。尹公甫也是笑着说道：是，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江无伤激动之余已然语无伦次，但还是赶紧躺入了那传承阵法之内。可在此过程，不断的回头看向楚风，眼中充满感激。他知道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全都是靠着楚风。回想当年，他只是皇级血脉，是靠着楚风得到了地级血脉，而如今竟然要得到皇帝的血脉传承，而这也全是靠了楚风。而在江无伤入阵后，段吉道也是盘坐于阵眼之上，开始将自己的力量传承给江无伤。这个传承与段吉道帮助其他皇级血脉者提升为地级血脉者完全不同，他是将自己的血脉力量转移到江无伤的身上，所以当他传承开始之后，也就代表着他的力量将要减弱。所以此刻的楚风已是能够感受得到段吉道的修为，七品五帝那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乃是七品五帝的气息。段吉道的修为竟然是七品五帝，好强！难怪说当年的段吉道连三府也要忌惮，四大帝族更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感受到段吉道的修为后，哪怕楚风也是忍不住感叹起来。想一想，四大帝族的族长只是三品五帝，哪怕是即将死去的太上长老也只是四品五帝，而段吉道却是七品五帝。从这就可以看出段吉道的强大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所以楚风推断，以段吉道的实力，就算不是五至圣土的第一人，那也绝对是站在五至圣土最巅峰的强者之一了。而若是当初段吉道不是受那变故的影响陷入颓废状态，而是继续修炼，也许他今日就算成为五至圣土最强者，也是很有可能的。想到此处，楚风也是为段吉道感到惋惜，真是命运弄人。段吉道虽然得到皇帝传承，羡煞旁人，可他的命运却实在是悲惨的。然而就在此时，那躺在传送阵内的江无伤却是发出一声轻哼，随后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就连身体也开始微微的抽搐起来。不好，无伤的修为太弱，还承受不住皇帝大人的血脉之力。段吉道眉头紧皱起来。段大人，那怎么办？尹公甫焦急地问道。若要强行灌输，怕是会要了他的性命，不仅如此，也会白白损耗了皇帝大人的血脉之力，只能再试试了。若是无伤真的承受不住，只能就此作罢，日后再寻找合适的传承者了。段吉道说这番话的时候也很是无奈，其实他很想将自己的力量传承于江无伤，先不说他本就欣赏江无伤，最主要的还是想尽快将皇帝的力量传承出去，那样一来，他也就完成了皇帝的任务，也就没有了负担，可以去陪自己爱人了。而眼下若是江无伤无法承受他的传承，那他只能继续寻找传承者，也就等于他又将度过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他自然不希望这样。段前辈，无伤修为的确是弱了点，可他有如此反应，我觉得也是与这阵法有关。这座传承阵法并没有将血脉之力的狂暴性降到最低点。楚风不才，倒是知道一个阵法，也许能够化解凝之血脉的狂暴性，不知可否一试？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不必拘束，若有方法大可一试。段吉道说道。是。楚风说话之间，盘坐而下，
开始在段吉道布置好的传承阵法之上又布置一座阵法。楚风布置的行云流水，很快便将这座阵法布置成功。而这座阵法成功之后，江无伤不但脸上的痛苦之色减少，面色竟然变得红润。段吉道向他所体内所输送的血脉之力，很容易便被融合了。楚风小友，你这阵法当真神奇，看来你也是得到过大机缘之人。段吉道狂喜无比，对楚风夸赞连连。因为楚风布置的阵法连他都不会，可是他也没有深问这阵法楚风是从何习得，因为他知道楚风肯定是得到过某种机缘，否则不可能掌握如此精妙的阵法。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虽然江无伤身体的问题被解决了，可是这血脉的传承仍然是非同小可之事，必须慢慢的来。转眼间，足足1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江无伤的修为已经从1品半地提升到了7品半地，只比楚风弱上1品而已。1个月的时间有如此大的变化，当真是堪称奇迹。不过别看江无伤得到了如此收获，可是段吉道却是惨不忍睹。只是1个月的时间，他已经瘦成了皮包骨，苍老的连头发都掉了大半，皮肤褶皱无比，脸色更是苍白如纸，没有了一丝血色，那个样子就像是一个死人。不仅如此，就连他的修为也是从7品5地退步到了6品5地，并且此刻他的状态虚弱至极，而这一切都是拜那血脉之力所赐。换句话说，如今江无伤所得到的乃是段吉道所失去的。终于，段吉道停了下来，倒不是因为江无伤无法接受传承，而是他自己体力不支，必须休息一段日子才能继续传承，否则还没有传承完，他就将死去。段大人，您没事吧？此刻尹功夫赶忙上前搀扶住了段吉道，满面担心，因为此刻的段吉道实在是太虚弱了。无妨，无妨。虽然身体很是虚弱，可是段吉道却很是高兴，看着楚风说道：“楚风小友，真是多亏了你的帮助，否则我不可能一口气将自己一般的血脉之力都传给无伤。这样看来，无需多次，只要2次，我就可以把皇帝大人的血脉之力彻底传给无伤。完成了皇帝大人的任务，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去陪启柔了。”说这番话的时候，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满是感激，因为楚风的帮助可以让他提前完成任务。段大人言重了，晚辈只是做了该做的。虽然知道段吉道早晚会死，可是看到段吉道这个样子，楚风的心里仍然很不舒服。虽然相处时日不久，可他知道段吉道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人，责任感也很强，否则不会在自己痛不欲生的情况下还坚持活下来，为的只是为皇帝的力量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段大人，晚辈对不起您。江无伤走出阵法后，扑通一声跪在了段吉道的面前，已是泪流满面。此刻最愧疚的便是他了，毕竟是因为他，段吉道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无伤，快起来，不要内疚，你这是成全了我，完成了我的心愿。段吉道将江无伤扶了起来，谢大人厚爱，您的大恩大德，无伤这辈子也不会忘。江无伤依旧哭得稀里哗啦的，不要谢我，就算谢你，也应该是谢你的好兄弟楚风才对。若是没有他，我这个老糊涂，今日就要将皇帝大人这宝贵无比的血脉传承给宋玉衡了。提及此事，段吉道也是一脸的苦笑，很是惭愧。而此刻，江无伤以及尹功夫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莫说江无伤，就连尹功夫也很感激楚风。若不是楚风，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然而就在此刻，外面忽然传来了阵阵轰鸣。听着这个声音，尹功夫等人皆是一愣，很明显是有人在攻打此处，是妖蛟王族。楚风透过天眼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景象，他万万也没有想到，是妖蛟广律领妖蛟王族的大军来到了此处。不仅他来了，就连妖蛟王族2位战派的长老也来了。除了这几位妖蛟王族的大人物之外，更是有着披盔戴甲的数十万妖蛟王族大军。这足足数十万妖蛟王族大军，最弱的都是武王境，并且是武王巅峰，而更多的则是半地境。他们大部分是以人的面貌，整齐的站在天际之上，但也有少部分化作了长达100米甚至数百米的妖蛟王兽原型，一眼望去恐怖无比，当真是威震八方，竟是妖蛟王族。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捣乱？尹功夫显然也有特殊的手段，能够观看到外面的景象。换作寻常，妖蛟王族若是来此，他定会好言相劝，尽量不动手便化解毛。但是今日他却一反常态，勃然大怒。毕竟段吉道如今很是虚弱，这使得尹功夫心情极为不好。妖蛟王族这个时候来找麻烦，也算是撞在了枪口之上。所以尹功夫这次没有好言相劝，而是召集了噬银谷内的所有高手，直接冲出噬银谷准备迎战。虽然噬银谷的阵容相比于妖蛟王族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但他们却有着一战到底的决心。而楚风自然不愿意看到噬银谷与妖蛟王族打起来，所以他也是跟了出去，想要尽量劝解一番。而洪强见楚风出去了，也就一同跟了出来。妖蛟广，你什么意思？说好不再来此找麻烦，怎么出尔反尔？尹功夫现身后便大声呵斥起来，完全没有了当日的和谐。尹功夫，你在说什么胡话？我来此是找楚风小友的，只是你们不让我进去，我才攻打你们的屏障，为的只是让你们出来而已。妖蛟广说道。什么？找楚风？听得此话，尹功夫一脸的茫然失措。搞了半天，妖蛟王族兴师动众，不是来讨回地盘的，而是找楚风的。妖蛟广前辈，莫非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此刻，楚风已是来到了妖蛟广的近前询问起来。楚风小友，你在这里就最好了，如今的确是出了大事，对你来说有2个极为不利的消息。妖蛟广神情激动地说道。妖蛟广前辈，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意识到事情不妙，便再度追问起来。百里玄空被4大地族抓住了。妖蛟广说道。你说老祖被抓了？此话当真？听得此话，就连楚风也是变得紧张不已。千真万确，现在5只圣土上的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妖蛟广说道。可是
老祖怎么会被抓呢？楚风有些想不明白，具体怎么被抓的我也不知道。总之，不仅百里玄空被抓了，你青木山的掌教以及诸多长老，甚至是许多弟子都被抓了。据说那些都是与你关系不错之人。现在4大地族放出消息，限你1个月内赶到西门地族，否则百里玄空等人都要死。妖娇广说道：“该死！”听得此话，楚风顿时气得双拳紧握，好端端的，怎么所有人都被抓了？4大地族又怎么知道他与那些人的关系？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青木山内出现了内鬼，一定是有人出卖了他们，所以百里玄空他们才会被抓。而且这个出卖他们的人，一定是青木山的高层，至少也是青木盛会内的人，否则他不可能知道百里玄空的存在。楚风，你也想到了，是青木山出现了内鬼是吗？虽然不能确定，可我也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性。不过这也情有可原，毕竟4大地族连地兵都拿出来做赏赐了，自然会有人架不住诱惑。妖娇广说道。看来他与楚风想到一起去了。就算如此，可这个人我一定要将他揪出来。楚风的眼中尽是杀意，他最无法容忍的便是背叛，这是自然。我已经备好大军，现在就可以与你一同出征西门地族，救出你的朋友，揪出那个叛徒。妖娇广指着身后的大军说道：“这怎么行？这是我楚风与4大地族的私人恩怨，怎能将你妖娇王族拉下水？”楚风连连摇头，此去凶多吉少。若是真的让妖娇王族的大军去了，就算是胜了，也定然会有一大部分妖娇王族的精锐牺牲；而若是败了，那就更是全军覆灭。尤其是眼下，妖娇王族连4位太上长老都请出来了2位，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几乎调动了妖娇王族能够调动的最强战力。如是他们真的全军覆灭，那么剩下的妖娇王族之妖兽，也定然不是4大地族的对手。怕是妖娇王族真的要因为楚风而遭受灭顶之灾。楚风，你听我说，除了百里玄空被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极为不好的消息。之前在攻霸平原，极力帮你的雪发仙人，在得知此事之后，立即发出消息，他不再管你与4大地族的恩怨，这次他要袖手旁观。妖娇广说道：“雪发仙人本来与我就没有太多交集，他帮我是情分，不帮我也是应当。”楚风并不怪雪发仙人，毕竟人家本来就不欠他什么，只是楚风觉得以雪发仙人的性格，应当还会继续出手才是。这忽然宣布这种事情，也就等于是当着世人的面向4大地族认怂了，这可并不像雪发仙人的性格。楚风觉得这一定是另有隐情，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必唯有雪发仙人自己清楚。雪发仙人不帮你，你就少了一大助力，与4大地族抗衡，胜算太低。你若是自己去，就是自寻死路。所以还是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吧。我妖娇王族具有龙之血脉，寿命远在人类之上，肉身也比人类强得多，所以我妖娇王族哪怕是对战4大地族，也并非毫无胜算。妖娇广说道：“楚风小友，现在便出发吧，毕竟人命关天。”此刻战派的长老也是开口了：“楚风，我妖娇王族内已经做好决定，此次必要助你一臂之力。本来是想我战派与合派各派1位太上长老出征，可战派2位长老大人极力要全部出征，你明白他们的一片苦心吗？”妖娇广指着2位战派长老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心中又是一动。战派长老之前曾多次为难他，但那也只是为了保全战派利益。其实他们并非是不分是非之妖兽。自打楚风帮助妖娇听雨得到黑龙王的传承后，战派长老对楚风的态度便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如今他们要为楚风与4大地族一战，其实是凶多吉少的，甚至很有可能因此丧命。可他们还是极力的要出征，反而是将守护妖娇王族的大任交给了合派长老。从此便可以看出他们想要报答楚风的决心。2位长老大人，我明白你们的好意，只是这的确楚风真的不想牵连妖娇王族。楚风小友，不必再劝了，你对我妖娇王族的大恩大德，我妖娇王族必报。这次你让我妖娇王族陪你一同征战，便是看得起我们。而你若非要拒绝，那我们倒也并不勉强。但你若是此去不归，我妖娇王族必定举全族之力与4大地族一决生死。战派长老说道。妖娇王族众将，长老所说可对。此刻妖娇广对身后数十万妖族大军问道：“楚风之恩，妖族必报；楚风之恩，妖族必报；楚风之恩，妖族必报。”妖族大军振臂高呼，声音直冲苍穹，回荡于浩瀚长空。此刻楚风犹豫了片刻，可见妖娇王族心意已决。楚风最终也是拔出自己的天仙剑，剑指苍穹，大声说道：“那好，今日我便与妖娇王族并肩作战，血染4大地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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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娇王族众将士与楚风一同高喊起来：“与4大地族一战，我是银谷怎能错过？还请楚风小友带上老夫可好？”然而就在此时，段极道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楚风身后。“段大人，您的身体见到段极道。”楚风一惊，段极道先前为了给江无伤灌输血脉之力，身体极为虚弱，虽然现在来看他似是好了许多，就像是没事人一样，但楚风却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段极道的修为又退化了。本来他是7品5帝，因为将血脉之力传承于江无伤，所以使得修为退步到了6品5帝。但是现在段极道的修为竟然已是5品5帝，他又退化了足足1品修为。楚风不傻，尤其是精通结界之术的他，也精通各种禁忌之法。他知道段极道在传承给江无伤血脉之力后，身体极为虚弱，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所以此刻他这看似健康的身体，定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应该便是那失去的1品修为。段极道为了帮他，竟不惜用禁忌之法恢复身体。楚风小友，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这一战我必须去，因为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恩人。若不是你，我不仅将皇帝大人的力量传授给了宋玉衡，还将与一个不认识之人
同坟长眠。提及此事，段吉道连连摇头，苍老的眼中满是惭愧之色。段前辈，只是楚风依旧于心不忍，不忍段吉道为了帮自己而做出这种事。楚风小友，听我说，我本就是将死之人，修为对我来说又有何用？反正就算留着，也是要传承给无伤的。而无伤也说了，宁愿少获得一点力量，也要助你一臂之力。段吉道说话之间，大袖一挥，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他身旁。这位竟是江无伤。楚风大哥，你若当我是兄弟，就不要多说，只要答应让我去就可以了。江无伤看着楚风说道。好，无伤弟弟，此战我们一起。楚风并未多劝，因为他知道以江无伤的性格，就算劝也是没用。楚风，无伤你都答应了，那老夫呢？段吉道笑着问道。那便有劳段前辈了。楚风对着段吉道施以一礼。其实段吉道能去，楚风还是很高兴的。段吉道毕竟是连三府都忌惮的存在，虽然如今因为给江无伤传承血脉之力，修为大减，可好歹也是五品五帝，这等修为，四大地族的太上长老也远是不如。若是段吉道出手，就算四大地族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但也未必能难住段吉道。所以段吉道的加入，大大增加了此战的胜算。楚风，他们都答应了，我们若要去，你总不好意思拒绝了吧？否则也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尹公父率领众卫士银谷的高手，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多谢前辈。楚风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抱拳施礼神鞠一躬，随后又用此礼环视一圈，说道：多谢诸位。此时此刻，楚风的体内当真是热血涌动，却又有着说不出的感动。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如今四大地族决心要杀楚风，楚风此去乃是凶多吉少。可在这种时刻，竟然有这么多人愿陪楚风与那四大地族一战，就算此战战败，那又何妨？楚风小友，这位前辈是？此刻，妖娇广看这段吉道，忍不住上前问道。他自然知道段吉道就是噬银谷那位强者，但是他一直想知道，这位霸占他是银谷这么久的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强大到了如此地步。段前辈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段吉道，他在征询段吉道的想法，看段吉道是否愿意告诉妖娇广实情。老夫段吉道这些年来对妖娇王族多有打扰，其实也是另有苦衷，还望妖娇王族的诸位不要在意才是。段吉道自行向妖娇广以及其身后的两位战派长老抱了抱拳，语气凝重，满含歉意。其实以段吉道的性格，是不会向妖娇王族低头和道歉的，只是他看得出来，妖娇王族与楚风关系非同小可，否则怎会派出这样的兵力为楚风一战？所以单是看在楚风的面子上，段吉道也要给妖娇王族一点颜面。段吉道前辈可是段氏王朝的那位段吉道？妖娇广吃惊地问道。正是在下，不过妖娇族长还是不要前辈这样称呼，若是论年岁，老夫还远不如你。段吉道笑眯眯地说道。我的天哪，竟真是传说中的段吉道！见段吉道承认，莫说妖娇王族的其余人，就连两位战派长老也是震惊不已。段吉道的名声在五之圣土实在太大了，此时此刻，他们震惊之余都有些后悔，后悔当初竟多次讨伐噬银谷。若早知道是段吉道来此，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做？毕竟段吉道可是具备以一己之力便灭掉他们妖娇王族的恐怖存在，想不到竟能与大名鼎鼎的段吉道并肩作战。看来今日我妖娇王族真是不虚此行啊！妖娇广很是兴奋地说道。此刻他当真很是高兴，本来率领大军前往西门地族，他也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可是有段吉道的加入，他便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妖娇王族重情重义，能与妖娇王族并肩作战，也是我段某的荣幸。只是此战非同小可，可谓不成功便成仁。我相信诸位都不想有无谓的伤亡，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去，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好好做好万全之策才行。段吉道看着妖娇王族的大军说道。段兄，那你有何打算？妖娇广问道。我知道一座阵法，名为妖龙破空阵，此阵乃是结合妖族的血脉之力所创，刚好适合妖娇王族的大军来布置。比如妖娇王族此次率领了80万大军，便可以将这80万大军实力均匀分配，然后分成8个部队，分别布置一座妖龙破空阵，再借助我这妖龙旗的力量，你这80万大军将不再是半帝，而是8位武帝，并且不是寻常的武帝。他们的战斗力也许只形同于1品武帝，但是他们的防御力却将形同于3品武帝。换句话说，他们可以轻松地灭掉1品武帝以下者，可是3品武帝想伤他们也是不行。段吉道说道。真有如此神奇的阵法？听得此话，妖娇王族众位皆是神情一动，想他妖娇王族传承多年，也有着许多特殊的阵法，可如段吉道所说的阵法，他却还是第一次听到。皇帝大人所传阵法，岂会是假？段吉道笑着说道。皇帝大人，莫非是皇帝黄福守？妖娇广连同2位战派长老一同问道。正是。段吉道笑着点了点头。那便有劳段兄指点了。妖娇广与战派长老纷纷点头。别人的阵法他们不信，但皇帝黄福守遗留下来的阵法他们绝对相信，毕竟那可是一个时代的帝王啊！随后，妖娇广便将那数十万大军实力均衡的分为了8个部队，然后由段吉道亲自传授妖龙破空阵。按理来说，妖娇王族的大军之中，天赋在什么水平的都有，让他们学习阵法是非常难的，短时间之内想要学会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段吉道的指点非常高明，让他们一听便懂，并且还是借用妖娇王族的血脉之力，再配上至宝妖龙旗的辅助效果，短短1日的时间，段吉道便让妖娇王族那数十万大军化作了肆虐于天际之上的妖龙。8条妖龙，每一条都长达近万米，奔走于天际，当真是遮天蔽日，异常骇人，并且气势极强。
散发的乃是三品武帝的气息。这样的庞然大物，若是攻向四大地族的大军，横冲直撞下，谁人可挡？看来皇帝就是皇帝，倒是留下了不简单的至宝。看着那天际之上的8条巨龙，楚风也是忍不住感叹起来。他知道80万妖蛟王族大军，任凭有再强大的血脉之力，可以他们的修为也不可能化作如此强大的8条巨龙。而现如今，他们能够化作这8条巨龙，靠的乃是段极道给予他们的8件至宝，也就是那8面妖龙旗。换句话说，不是那妖龙旗辅助了妖蛟王族大军不成此阵，而是妖蛟王族大军依仗着那8面妖龙旗，才得以化作这8条巨龙。所以在楚风来看，这8面妖龙旗当真是难得的至宝。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简直比地兵的价值还要高。地兵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掌握，才能发挥出他的战力。对于寻常人来说，除了珍贵之外，实际意义不大。然而8面妖龙旗却让妖蛟王族的80万大军化作了8条威猛无比的巨龙，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战力，更是得以让他们安全，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好，这样一来，4大地族还拿什么与我们一战？怕是看到我们都要吓得屁滚尿流了吧？看着自己族人所化作的8条巨龙，最高兴的莫过于妖蛟广。此战非同小可，他带出的80万大军虽然已是精锐，可在武帝面前却也是不堪一击。就算与4大地族的大军相互交战，也定是要死伤无数。他毕竟是族长，要说他不心疼，那怎么可能？说句不好听的，那是部下，可实际上那都是他的族人啊。但是现在80万妖蛟王族大军却化作了8条巨龙，连3品武帝都奈何不得。这样一来，莫说4大地族的虾兵蟹将，就算武帝看到也要转身就逃，除非有4品武帝出手，否则他的族人是不会再有生命危险了。楚风小友，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提升1品修为，从8品半地提升到9品半地。这个办法是靠着一颗远古丹药，虽然只对半地强者有效，但刚好适合你。段极道对楚风说道：“丹药可有副作用？”听得此话，楚风还没说什么，红强便一脸担心的询问起来。毕竟红强也是界灵师，知道能够提升修为的丹药，往往都是伴随着很大副作用的。尤其是到了楚风这个境界，若是能够提升足1品修为丹药，那么反噬的痛苦怕也是极为恐怖的。这颗丹药服用之前，便先布置一座阵法，配上阵法融入体内，不会有任何副作用。段极道解释道：“段前辈，楚风愿意一试。”楚风主动说道。楚风如今是8品半地，靠着雷霆力量可以提升2重修为，化作1品武帝，再加上他的逆天战力，可与2品武帝一战。但是若是按照段极道所说，可以让他从8品半地提升到9品半地，哪怕是短时间之内的，可楚风凭借自身的手段，也是能够与3品武帝一战。3品武帝在武之圣土来说，说强绝对谈不上最强，但说弱却也绝对不弱。毕竟4大地族的族长，包括妖蛟王族的族长妖蛟广，也都只是3品武帝的修为而已。好，时间不等人，咱们现在先出发，前往西门地族。路上我就叫你服用此丹。段极道说道。好，听段前辈安排。楚风点了点头。妖蛟王族众将士听令，前往西门地族。妖蛟广高声说道。随后8条巨龙开路，楚风与世银谷等众强者就坐在8条巨龙的身上，快速的向西门地族挺进。楚风，这便是那颗远古丹药。途中，段极道取出了一颗丹药，递到了楚风眼前。看到段极道手中的丹药，楚风也是眼前一亮。这颗丹药虽然通体乌黑，表面来看并无特殊之处，甚至就像是一个泥球一样，并不惹人注目。但是当看到这颗丹药的那一刻，楚风的心中便激动万分。这颗丹药之内所蕴含的天地能量，已经到了一种堪称不可思议的地步。前辈，这丹药您是从何而得？楚风问道。此丹乃皇帝大人留下，只知道传自远古，不知从何而得。段极道说道。这丹可还有？楚风问道。我得到的时候只有2颗，曾做过一次实验，为我族人服用过1颗，如今只剩下这1颗。段极道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则是暗道可惜。楚风你放心，我族人的天赋远不如你，而他那个时候也刚好是8品半地，用过之后修为持续了足足1个半月，并且毫无副作用，更没有受到反噬之苦，所以你可以放心食用。段极道继续说道。多谢前辈。楚风接过此丹，直接大嘴一张，便将此丹丢入了口中，吞咽下去。楚风小友，快吐出来！见到这一幕，段极道也是大吃一惊。虽说这颗远古丹药并没有副作用，可也要配合阵法服用，这样直接服用简直就是找死。所以此刻不仅是段极道吓了一跳，如红强、尹功夫、妖蛟广、江无伤等人都是吓得不轻，赶忙来到了楚风近前，想要看看是否能够帮到楚风的忙。然而就在此时，楚风的身体竟然绽放出隐隐微光，很快的楚风气息便开始攀升，已然从8品半地提升到了9品半地。楚风小友，你看到楚风这种变化，就连段极道也是脸色大变，目光之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哪怕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成功了，居然这么快就成功了！见楚风不但没事，反而成功的提升了修为，人们才总算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脸上也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不对，楚风小友他这情况不对。然而段极道脸上的震惊之色却是不减反增。不对，段大人哪里不对？听段极道这样一说，尹功夫等人又慌了。只是他们也不知道楚风的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楚风小友他并非是借助丹药的力量短暂的提升了修为，而是炼化了丹药，永久性的提升了修为。什么？听得此话，人们皆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再度看向楚风，重新审视起来。而这一看不要紧，他们则是越看越吃惊，因为楚风的气息极为稳定，并不像是使用丹药后得到的力量，而更像是楚风本身的修为。段大人，多谢您的这颗丹药。此刻楚风也是睁开了眼睛，
笑眯眯地向段吉道施以一礼。他真的很是感激，因为正是依仗着那颗远古丹药的力量，才让楚风的修为提升到了9品半地。但与此同时，楚风也感觉到有些可惜。若是那2颗远古丹药都在的话，楚风就算无法突破到5地，但也会为日后突破5地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楚风，你真的突破修为了？只靠了那颗丹药？妖娇广等人一脸吃惊地看着楚风，回诸位前辈，我其实是具有特殊血脉的，虽然我的血脉之力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血脉与地级血脉很像，只要有着足够的修炼资源，便可以让我的修为提升得很快。先前段前辈给我的那颗远古丹药之中，便蕴含着极强的天地能量，强大到足够我突破1品修为。楚风并未隐瞒，而是如实说道。可是，就算是地级血脉，想要炼化修炼资源，也是要有个量的，并且不是什么修炼资源都可以炼化的。那颗丹药显然不具备可以炼化的标准啊。江无伤说道，毕竟他就是地级血脉拥有者，知道地级血脉的特性。虽然如楚风所说，地级血脉拥有者也可以靠着炼化修炼资源提升修为，可却有着很多限制，远远不如楚风的血脉之力恐怖。可以说，二者之间根本就可以相提并论。换作是无伤或是我，的确都不可以。但是楚风小有的血脉之力却是可以，并且他已经做到了。此刻，段吉道反而倒是冷静了不少，毕竟他也清楚，楚风的血脉之力是一种在地级血脉之上的血脉，这种血脉之力也许5之圣土上无人再拥有，所以人们自然不清楚这血脉的恐怖，当然也就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震惊。但段吉道已经开始渐渐接受楚风的这种强大了，很多事无法理解，只因超出可以理解的范围。但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有着许多无法理解的范围，其中便包括力量。楚风小友，难怪你如此的精彩绝艳，原来拥有如此恐怖的传承血脉，这样的血脉之力，真是令我等羡慕啊！妖娇广一脸羡慕地说道。他贵为妖娇王兽，也是具有强大的妖兽血脉的。他一直觉得他的血脉不比4大地族的地级血脉差，甚至比地级血脉还要强。但是若要拿他的血脉之力与楚风的相比，他也是自愧不如。越是强大的血脉，便需要更为强大的身体作为支撑，否则根本把握不住那血脉的力量，也发挥不出血脉的力量。而楚风小友兼备所有，所以羡慕是羡慕不来的。段吉道说道。的确，的确。妖娇广连连点头，随后看着西门地族的方向，笑眯眯地说道：4大地族与楚风小友为敌，真是自寻死路。西门地族的浩瀚城池之内，固若金汤，就是一座朝据堡垒。而现如今，在这堡垒之内，可不仅有西门地族的大军集结于此，南宫弟子、东方弟子、北唐地族也皆将大军集结于此，并且并非只是精英大军，而是4大地族的所有战力全部集结于此。城内最中心，4族小辈皆是在其中，藏于最安全的地方。城外4族精锐则是严阵以待。莫说4位族长，就连4族的太上长老加到一起，便有足足13位。如今4大地族将大军全部集结于此，使得其他3座地族的大本营都成为了一座空城。他们弃城不顾，举族来到此处，为的便是与楚风进行最后一战。由此可以看出，4大地族想要灭掉楚风的决心是何其之大，大有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眼下4大地族严阵以待，可是西门地族的城墙之上却是悬挂着多位青木山的人，不仅长老和弟子有多位，就连百里玄空以及独孤星风等人也都在被悬挂了在那里。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是与楚风关系不错之人。不过好在他们只是被挂在了那里，但却并没有受伤，说明4大地族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这点总归还算人道。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是4大地族为了自身的形象，所以才没有对青木山的众人进行严刑拷打。但是对于百里玄空等人来说，这也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但他们此刻所想的却并非是自己的颜面，而是楚风。他们真的不想因为自己而牵连楚风，害得楚风丧命。真是想不到啊，原来那一直帮着楚风的竟是青木山的老祖。是啊，我更没有想到青木山的老祖会是这样的强大，竟能凭借一己之力与4大地族的族长抗衡。若不是得罪了4大地族，以他的实力，再加上楚风这位天才，青木山必然要成为9世之首的。此刻西门地族的堡垒之外同样来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眼下王者被悬挂在城墙上的百里玄空等人正在议论纷纷，4大地族似乎把所有战力都集结于此，看来他们是孤注一掷，非要杀楚风不可了。不是说雪发仙人已经放出消息，不管楚风与4大地族的恩怨了吗？没了那位的帮助，楚风那方实在太弱，4大地族不至于这般兴师动众吧？这你就不懂了。当日在攻霸平原上帮助楚风的可不只有雪发仙人和罗盘仙人，楚风最终不是被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救走了吗？是啊，楚风此子天赋异禀，堪称5之圣土最强小辈。虽然是他为眼中钉得多，可是欣赏他的也很多，搞不好今日又会有哪些高手来为楚风助阵呢？这样说来，4大地族兴师动众也是理所应当了。那是自然。那你们说楚风到底会不会来？忽然有人问道。当然不会来，楚风若是来就是送死，可以他的天赋早晚会让4大地族后悔，就算成为一代帝王也不足为奇。与其送死，何不等到来日崛起之后再报此仇？有人一脸认真的说道。那是你的想法，楚风不是你。我觉得楚风必然会来。一名头戴斗笠的男子忽然说道。你怎么知道楚风一定会来？难道你是楚风不成？见那位斗笠男子说得如此确定，周围之人皆是鄙夷的看他一眼，并不相信他的话。你们是不知道楚风是一个多么重情重义的人，所以你们最好别拿你们那龌龊的思想去替楚风思考，因为你们不配。斗笠男子说道。你这人竟敢侮辱我们，真是讨打。听得此话，
周围的许多人都怒了，说话间便拔出兵刃，要对其动手。然而就在此时，一股威压横扫而出，顿时让那些人石化了一般，愣在那里。对不起，对不起。随后那些人便一边道歉，一边连连后退，吓得冷汗连连。因为就在刚刚，那位斗笠男子所散发出的气息，乃是武帝的气息，而武帝可不是这些人能够招惹的存在。虽然的确有许多人与斗笠男子所想的一样，觉得楚风是重情重义之辈，一定会来，但大部分人都还是觉得楚风并不会来。毕竟形势所迫，楚风若还要来，真的是找死。虽然他们都这样觉得，但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楚风会来，否则就枉费他们大老远的跑到此处了。毕竟他们来此就是想看一看楚风的真容，以及楚风与四大帝族的巅峰对战。就在此时，忽然一声怒吼响起，那个声音响起之后，人们都是身体一颤，就连空间都是不断的震动起来。那是什么？此刻许多人心惊不已，因为先前的吼声实在太过可怕，可怕到让他们已是瑟瑟发抖，发自内心的产生了恐惧。而就在这时，又是一声怒吼响起，人们发现在远处的天际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